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就在昨天，美股出现一个快速的下杀动作，下杀幅度呢达到1.08%。究其原因呢，我认为是在周四，也就是明天晚间，美联储要公布利率决议。这则消息呢，让市场当中一些意识到风险将要来临的这部分资金提前出逃。但是整轮行情我们看到了，美股在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目前正在走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有了4月27日的这个悟空阳线之后，行情走出了8节阳线。8节阳线被昨天晚间悟空阴线剿灭掉之后，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说33859点这个位置上没有被跌破。没有被跌破的前提下，那么悟空阳线依然存活，所以呢，行情仍然有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位于3个4000点附近已经形成了44等位置波峰。44等位置波峰的形成，根据江恩的44等位置波峰法则，行情容易出现一个新高新的高点出现之前呢，我们看到回调动作回踩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线。这条支撑线呢，是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33500点构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呢，在支撑线不破，悟空阳线没有被完全消灭掉的前提下，仍然有机会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从而让美股重启多头趋势。同时呢，这个加息我认为最终呢，加息幅度可能仍然是在25个基点左右所以呢，本轮加息的幅度是不断收窄的。那么等待靴子落地的那个时间点，我认为行情会重新启动会回到之前美股既有的多头方向当中来。那么昨天晚间美股快速下跌的时候，我们看到22点的这个时间美股的快速下跌呢，并没有带动比特币走出一轮继续跌破27500点的进程。我们看到美股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比特币是在反弹的。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那么回到日线级别上在4月27日的这一天，同步了美股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虽然被悟空阴线斩杀掉了，但是震荡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阳线依然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所以呢，我认为4月27日的这个悟空阳线仍然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有了这个阳线之后只要没有被震荡行情和悟空阴线完全剿灭的情况下，那么行情依然有可能突破当前形成了一个箱体动作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心位置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目前在箱体内部运行。箱体呢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箱体最终呢会演化成一个更窄幅的收敛三角。那么在窄的收敛三角当中，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就酝酿了这种窄的收敛三角形。在窄的收敛三角形当中是酝酿多头趋势的一个机会。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美股的下跌没有带动比特币继续下跌它形成了一个和美股背离的行情。那么美股一旦突破上涨，就是比特币多头趋势到来的一个机会。所以呢，目前行情仍然在震荡的箱体过程当中，不必过分担心。行情只要能够走出一个非常窄的收敛三角形，那么多头依然会继续发育。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比特币走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目前正处在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过程当中前一周的行情分析当中，我就给出了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做窄幅调整。这个调整的时间级别大概率都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因此呢，耐心等待这个调整结束之后，比特币会重新启动。那么下一轮行情呢，我仍然是认为是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也就是说，有了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经历调整比特币还会重新启动，再走一波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么目前来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依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这个下跌趋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0.067这个位置也就是说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位于0.067附近的一个支撑位被跌破了。因此呢，以太坊是相对于比特币非常弱势的。同时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上，
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看到了八剑阴线，那么目前正处在八剑阴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于以太坊来说，相对于比特币弱势之后，同时有悟空阴线和八剑阴线，因此呢，以太坊是一个下跌趋势。那么下跌趋势的目标位啊，我认为是回到箱体中部$1600这个位置呢，是144均线和169均线跟上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同时呢，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啊，前面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中枢位啊，在$1600形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啊，多头布局的位置啊，应该在$1600附近。那么上轮行情我们就看到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引发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回踩$1600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新的一轮行情。对于很多山寨币啊，目前都出现了一个快速下杀回调动作，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 LTC 和达氏目前处在的位置啊非常关键，正好在144均线和169均线一个支撑位附近，因此调整到这个位置之后，应该对减产币种 LTC 和达氏进行一定程度的布局。那么根据成交量来看啊 ，AI 道指和 PEPE 啊，目前仍然是行情当中的热点，但是 AI 道指本轮回调程度已经非常巨大，最大的回撤幅度已经达到53%，超过50%之后，目前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的点位。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小时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不断上移之后，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啊，144均线和169均线同时构成支撑，同时呢，前面震荡过程当中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支撑位，也正在上移，所以呢，对于 AI 道指来说，目前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同时 AI 道指我认为它有足够的通缩机制和奖励机制，在链上交易手续费达到15%，这15%呢，其中有1%是销毁的啊，还有3%、2%啊，有各种用途啊，因此呢，对于 AI 道指来说，销毁幅度啊，销毁的速度非常快。那么目前在支撑位附近呢，是可以进场布局一个仓位的。同时呢，在这个位置进场之后要设置止损，如果不设置止损的话，建议分仓进场啊，因为对于土狗来说啊，它的一个风险是非常高的。IN 勾呢是本轮行情我们关注的一个非常强势的币种啊，曾经上涨超过7倍。那么调整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7.2附近啊，构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在支撑位啊144均线进行埋伏之后，169均线$7.2作为止损位啊是可以布局的。本轮行情它的上涨趋势主要是以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作为支撑作为起点，然后50均线和10均线不断上移之后，形成了一个拉升动作。那么回踩当前144均线之后，就是可以布局仓位的一个时间点。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比特币目前和美股形成背离之后，很多山寨币已经调整到位啊，所以呢，山寨币在调整到位之后，找到主要支撑，设置止损，分布式布局，是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行情当中获利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 K 线西游战法。但是本观点啊，先水平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依据。感谢大家，再见。